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、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。润之，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，我完全赞同。我们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。何三，我已经要向中央提请回湖南去了。我们党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要尽快把工农武装起来，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。好，我陪你一道回湖南。好啊，回到湖南去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大哥，大哥，何三哥，泽谈，大哥，安澜同志通知我，让我立即前往叶挺将军的部队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。同志们，哎，国道同志，国道同志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同志们坐吧。同志们，我连夜从武汉赶过来，是给各位带来中央最新的指示。中央又有什么新指示？推迟起义日期，希望大家重新考虑。推迟起义？对，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为什么还要重新讨论？必须重新讨论，不能仓促起事。延误时机，一旦透露出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举事就该出其不意，出手要快，行动要速，谋而不断，兵之大忌。城里的内应我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也不赞同推迟起义。这是中央的决定，中央认为现在仓促起义很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流血牺牲。流血牺牲？难道要等蒋介石把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杀干净，条件才算成熟吗？这是中央的决定，必须重新讨论。国焘同志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咱们还在讨论推迟起义的日期，那这工作我主持不了了。这个前敌总指挥，由你来干吧。恩来同志，暴动已经来不及做任何改变，也不能做任何改变。我提议，我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，来确定是否推迟起义时间。同意按原计划的，请举手。谢谢。小谭同志，你看我这渴得厉害，又发着烧。惠松同志，恩来同志这次派我过来，就是要我转告你，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能随军行动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到时候会派人过来接你。不行，我必须随军行动。什么时候暴动？就在今晚。快点说。1927年8月1日凌晨，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领导发动南昌起义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暴动了！暴动了！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不怕死的跟我冲！南昌起义爆发后，汪精卫急令张发奎等部围攻起义部队。8月3日，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，起义部队分批撤出南昌，南下广东。
那边有个活的。那。 肯定是往前面跑了，追！表姐，表姐，我是惠森啊。惠森，我打听清楚了，起义的部队啊已经离开南昌了。我现在就找他们。哎，你往哪儿去呀？昨天已经开拔了。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同志们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，临时中央今天召开一次紧急的会议。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彻底纠正陈独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为了这次会议的召开，共产国际专程派罗米纳兹同志前往中国。现在我们有请罗米纳兹同志讲话。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ow is in the very critical situation. Why is there such a critical situation? 中国革命现在到了危机的关头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危急的局面呢？ It can be said unceremoniously, because the party's general community, Chen Duxiu, made a very critical mistake, and his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. There i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. 这是因为我们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，他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。If Chen Duxiu's mistake is not solved, 如果不肃清陈独秀同志的错误路线，中国革命就无法再继续向前，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会被打败，甚至是散伙的危险。 爸，你来啦。The time is tough. I hope everyone can speak as soon as possible. Comrades, 时间紧迫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发言， criticize his 不要因为陈独秀同志曾经是我们的领袖和崇拜的偶像，就不敢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。 Comrades,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ow is in the crossroads. 同志们， Whether 中国革命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，我们是继续往右，还是立即往左？是前进还是后退？
都到了我们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。那我先说2句吧。在党的第5次代表大会上，我写的那个小册子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》，我实际上是分析和批评了陈独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刚刚罗米纳兹同志也说了，时间非常的紧迫，希望同志们能发表自己的意见。秋外，一诺，同志们，我非常赞同瞿秋白同志对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。陈独秀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，对我们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，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应该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静怡，乔年呢？说是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一大早就出门了。哎，爸，这么重要的会议，您怎么没去啊？开会好。开会好啊！我有几句话想说。刚才大家的发言，我基本上是赞同的。下面我要讲的话，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。老实讲，就在刚才，我的内心也是经历了复杂的斗争。罗米纳兹同志刚才讲了，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是我们的领袖，就不敢批评，不能批评。没错，不仅是我，是陈独秀的崇拜者。我相信，在座的各位，都深深地受到了陈独秀同志的影响，都是看着他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成长起来的。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，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。但不能因为这些的因素，就对他所犯下的错误，隔着靴子挠痒痒。不痛不痒的批判，于事无补。所以，我要在这里说一句猛话：对于陈独秀同志的错误，我们要打到痛处，打到疼处。须知，只有打疼了，才能找到要害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要明确地指出，陈独秀同志犯下最严重的一个错误，就是他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。他不抓枪杆子，不搞党的独立军事。虽然我们也搞过工人运动，也算是轰轰烈烈的，但是没有军事部门的参加，只有工人群众，是永远打不了胜仗的。革命的道理，说1000道10000，归根结底，武装斗争就是为了拿到政权。须知，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。我的话讲完了。我还想强调一点，我们的党绝对不能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。什么是武装斗争？斗争什么？斗争谁？陈独秀同志就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弄清楚。1925年的时候，我就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。
当时我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这是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。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、官僚、买办阶级、大地主阶级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就是要用武装斗争把他们打倒。我们要建立一个为天下劳苦大众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国家。Who's this guy? Mao Zedong. His speech is very great, Yeah. especially the last sentence. 此刻，陈独秀知道，自己作为曾经的中共灵魂人物，到了该退场的时候了。现在我们党手里边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太少了，要想开展武装斗争，手里边必须有足够的武装力量。目前来看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城市里发动武装起义。 通过武装来掌握武装。南昌起义就已经为我们的武装起义打响了第一枪，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。我们党在广州的群众基础非常好，我认为可以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。没错，广东农民武装的基础其实非常好，它有2个农民运动王，一个是彭湃，一个是阮孝先。这个彭湃同志现在正在南昌起义的部队。 他迟早要回到海陆丰，等他回了海陆丰之后，就可以把海陆丰的农民武装再给搞起来。而这个阮孝先同志，他已经准备赴粤发动武装暴动了。刚刚泰雷同志说，目前我们要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建立我们的基础武装力量。我看以后我们的城市武装起义恐怕就要以城市为中心。泽东同志，目前党中央的干部很少，你看你能不能重回上海党机关工作我呀，还是不去上海住高楼大厦了。我准备上山下海去结交绿林朋友。会后我就按照中央的决定，去湖南发动秋收暴动。爸，会议的情况就是这些。 瞿秋白同志特意让我转告给你的，还说武汉情况比较严峻，希望你尽快离开，最好是去莫斯科。强军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爸，以你目前的情况，我也希望你暂时离开国内。我不。 我不去莫斯科。你告诉瞿秋白，我就在中国待着，坐牢就在中国坐，死也在中国死。你去吧。好吧，我去告诉瞿秋白同志。跟秋白说，我要去上海。 润之，外面蚊子多，我在屋里烧了艾叶，快进来吧。没事，我散散心。我是真的为他惋惜。怎么，又是哪位同志牺牲了？我是读着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接受的新文化、新思想，也是与他和李大钊先生交往的时候。 接受的马克思主义。
1919年的时候，知道他在北京被捕了，我悲愤不已。我写下了“我祝陈君万岁，我祝陈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”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却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，让革命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失，不得不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。你说的是仲甫先生吧？是啊，今天我在党的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，但是我的心里啊，也不好受。润之，我理解你对仲甫先生的感情。感情归感情，但感情呢，代替不了对错误的认识。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吾爱吾师，但吾更爱真理。”刚才啊，我把临时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向各位做了传达。最后呢，我来通报一下中央的人事变动。临时中央由瞿秋白同志主持工作，另外瞿秋白、李维汉、苏兆征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。陈独秀同志呢？陈独秀同志不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了。独秀同志错误是严重的，独秀同志这面大棋倒了，真是让人可惜呀。对独秀同志，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独秀同志？好，那我们就去看望一下陈独秀先生。你们是来会陈先生的吧？是啊，陈先生呢？走了。走了啊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不久。你看，我这不正收拾房间呢吗？陈先生不爱讲究，这屋子里啊弄得乱糟糟的。得失在跬步，杨朱气度齐；变异在额情，莫敌为染丝。人心有取舍，爱憎虽相弃，八句随情意，绝尘无可追。待会儿你装成病人，进到车舱里就别再出来了。其他的事由我和老王负责。知道了。1927年8月，在陈独秀离开武汉2天后，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。从此以后，两人再也没有见面。哎，开会！哎，能不带的都不要带了，越简单越好。知道啦，按照你说的，一切从简。爸爸，我们要搬家了吗？对呀，我们呀要回老家了，好不好啊？爸爸，我们家到底在哪里？
有爸爸妈妈的地方就是家，对不对啊？润之，你看谁来了？何三，汉俊。润之，开会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现在武汉的形势非常的严峻，汪精卫可能会大肆逮捕中共人士，你与何森他们应当尽快的离开。谢谢你，我们准备明天一早就出发了。好，我还要赶去告诉董必武和陈潭秋，他们留在武汉工作的同志也需要尽快的转移。汉俊，坐下喝口茶吧。茶我就先不喝了。润之，那你们一定要保重。韩俊，你留在武汉，要多多保重啊。我准备搬到日租界了，放心吧。保重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好。怎么样？跟景瑜道别了没有啊？相见不如不见。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，想着革命就行了。就算是同志道个别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哦，润之，还有个事儿，这回我不能跟你一道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了，中央临时安排我去北方局指导工作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我也是刚刚接到的指示。润之，润之，哎呀，你看我着急的，有件重要的大事差点忘了和你说。不久前，我给在湖南老家的李达写了封信，让他到武汉中山大学来任教。现在你看这个形势，李达已经不宜再来武汉了。我再追封信过去，怕是来不及。你回到湖南后，务必找一个人通知李达，让他取消武汉之行。这李达的老家在陵里，离长沙可不近呢。这是李达的详细地址。得辛苦你跑一趟了。妈，我们也是几天前才搬到这里来的。啊，这还挺好的。您老这上楼下楼的，慢着点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妈走起这楼梯呀，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。哎，这平时啊没什么事儿，您就少下楼，买菜什么的不用您操心。哎，好。哎，这延年和乔年怎么不来接妈呀？他们人呢？啊，妈，不都跟您说了吗？乔年开会忙得很，我来接您不是一样的吗？哎，那倒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妈年纪大了，这跟我说了话我就忘。哎呀，大孙子哎！哎呀，哎，洪武呢？妈，您又忘了。洪武啊，在我一个朋友家呢，我这不来接您了吗？哎呦，你看看又忘了，我这老糊涂了。您坐。哎呀，哟，哎呦，你们这儿也用这种大蒲扇啊？这个最好用了。爸一向住在这儿的时候老用，现在天凉了，用不着了。哦，啊，他爸还好吧？好，好着呢。妈，您喝水。妈，妈。哎呀，乔年，哎呀，乔年，让妈看看，让妈看看你啊。妈，您都老了。哎呦，这妈都50多了，还能不老啊？咱算起来快有8年没见了。8年5个月了。还是那年你跟你哥啊去法国之前回去看了我一下。哎呀，你们兄弟俩呀，回来就把你这不中用的妈给忘了。妈哪能啊？您坐。您问静怡，我哪天不想娘啊？哎，假话假话。俗话说呀，娘想宰，路路长；宰想娘，扁担凉。那儿子就用这个扁担一路量过去。哎，这话妈最爱听了。你哥呢？啊？延年不知道我来呀？啊，妈，您刚来，歇会儿，我跟乔年去把洪武接过来给您看看。
好，好啊。哦，对，对，您先歇着啊。延年贤侄，叔叔对不起你。陈延年，陈独秀之子，1898年4月20日卯时，生于安徽怀宁南水关。6岁，母高小兰送其至私塾法毛。辛亥革命后，进新式学堂。自幼身体强壮，性格内向，意志坚定。爸，知道浩尔菜烧豆腐是你最喜欢吃的，哥刚才给你做的。脾气与乃父一样倔强。正所谓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幼时读书努力，聪明超群，技艺超群。年16被其父接来上海，因父子违和，不及2月，即与弟弟陈乔年离家独立。而后追随革命，再而后，主父啊，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这笔名债，我怎么还你？这笔债应该记在蒋介石头上。孟策你做的没错，你和胡适都尽力了。乔年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直瞒着妈也不是个办法。妈可精明着呢，刚来这2天啊，天天问我延年去哪儿了，延年去哪儿了，这几天都不问了，就跟我说你和延年小时候的事儿。妈这辈子过得实在是苦，好不容易把她接来武汉了，让老人家开开心心的，咱能瞒1天算1天吧。过几天咱们不是要去上海吗？妈也跟着去吗？我问过妈了，妈说她就不去了。等咱走了，她就回老家。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跟妈说一下吧。我怕她受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妈的岁数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不好。你说受这么大刺激，再弄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妈，这么晚您还没休息呢？乔年，给我开门。妈，我跟静怡已经休息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呗。给我开门！妈，这么晚您还没睡啊？妈，乔年，给妈找把剪刀来。您要剪刀干什么呀？让你找你就找。没有剪刀。妈，妈，妈，妈。
延年，妈这可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延年，妈就用这缕头发送你吧。我的儿子。我到后面的车厢去坐，要是找不到我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回去的。在家等你。开慧，我们这次去湖南，不能一起走了。阿英和安青会有人护送，先回板仓。我们带着安龙坐另一趟火车去长沙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分开了，记得在望路园1号，在那里我们碰面。我明白了。钞票，把票都拿出来。是康宇同志吗？快起来吧。志华，志华，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。今天为什么也没理上头发？看样子啊，以后理发店不能再随便出入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，你学着帮我理吧。我啊？啊？我不行。你行。我真不行，我从来没给别人理过头发。我就做你的第一个，好吧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，这也是剪刀，这也是推剪，
推肩，来你试试。对，这2个指头夹住这儿，这个，对，哎，来你试试。行吧？可以的，来。秋白，不行吧？来嘛，开始吧。那我开始了。来。芝华，这推肩啊，推肩是从后面开始推啊。好，那我从这开始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是不是卡住了？是，夹住了。那我松手。你松吧，你松吧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疼死了吧！哎呀，疼死了吧！我就说我不行，笨手笨脚的。芝华，一点都不疼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想要学会理发，你看1毛不拔是不行的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拿着，再来嘛，来。开会，是我。开会，快进来。开会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快把衣服穿上，别着凉了。在火车上，我一转身你就不见了，我真的吓坏了。当时啊，我看到有2个便衣拿着照片在盘查，实在来不及跟你打招呼了，赶紧溜进了厕所，直接从那里跳下了车了。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到处都是抓捕你和姑娘的告示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了。我摆脱了那个便衣特务之后啊，就到了湖南省里的联络点，在那开了1晚上的会。现在长沙不是久留之地了，明天我就把你们母子2个送到本仓去。润之，现在形势这么危急，他们所有人都想抓你，你这样出去会很危险。就算再危险，我也要安全的把你们母子送回本仓。爸爸，昨天晚上放的灭龙会有鱼钻进去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几天啊一直都在下雨，这河水呢涨了，这田垄里的溪水也涨了。按照小时候爸爸在韶山的经验，这个时候放灭龙是最好的时候。那我们有鱼吃了。对，我们有鱼吃喽！哎，我们看看有没有鱼啊？哎呀，爸爸给你看看啊！哎呀，爸爸，有鱼吗？里面有鱼吗？安英，一条也没有，怎么办？真倒霉。哎，安英，你再看看。哇，有好多鱼。来，把这放下来。哎呀，扶好啊！来，哎呀，好多鱼。还有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好多吧？我们有鱼吃喽！有鱼吃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走。吃鱼喽！吃鱼喽！吃鱼喽！慢点，慢点。来了，来了。来，香不香？
好香啊！爸爸，过来吃鱼。来了。哎，走，阿英，吃饭了。润之，妈，快坐下来吃饭。哎，来吃饭啦！哎，爸爸，鱼好香啊！那当然了，这鱼呀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鲜得很，当然香了。我下次也会放面笼了。润之啊，这个碗是你上次回来用过的。看爸爸用这么大碗吃饭。爸爸吃的多，总是用大碗装饭吃。因为外婆啊知道爸爸的饭量大，所以特意给爸爸准备的大碗。看，谢谢啊。知道你能吃，我就开心。来，我们吃鱼。你们看啊，这第一条鱼啊是给外婆的，妈，您吃鱼。好好好。这第二条呢是给妈妈的，来，这回。这第三条鱼呀是要给弟弟的啊，吃鱼。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嘿，这条鱼呢是给我们阿英的。谢谢爸爸。还有啊，阿龙太小了，所以这条鱼啊让外婆代替吃，好不好？润之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多吃一条啊。来吃。爸爸，那你的呢？爸爸嗓子抖得很，不怕鱼死卡，所以啊，这小鱼小虾就全归爸爸了。来，快吃。润之，来。你看，爸爸还有妈妈那份呢。小心点啊，别卡到。妈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开会。不能再多住一晚吗？我今天晚上就要赶到株洲，那边有同志在等我呢。这次要去多久？如果顺利的话，个把月吧。如果不顺利呢？开会。现在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拿起枪，真刀真枪干的时候。党的8期会议啊，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可是啊，光有这个主张呢，还是不够的。我这次回到湖南，就是要实践一下，看一看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能不能行得通。但是啊，光是拿起枪杆子也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打着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旗帜，在这个旗帜下发动我们的秋收暴动。其实啊，开会，这次回来，看到这里的一切啊，就让我想起了先生在世的时候。还记得我在医师的时候，跟蔡和森一起来看望先生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员，一名小学教员。后来呢，又想当一名记者。没想到啊，有一天，我毛润之也要拿起枪杆子了。哎，有一句话啊，这大行不顾细节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此为？你知道这句话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是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里的。是啊，现在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蒋介石的手中鱼肉。如果我们不拿起刀，不拿起枪，就会永远被人宰割。开会，我们共产党人是被逼上梁山的。润之，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。开会，你等着我。
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打回长沙，到时候我就来接你。哎，我还要用这个大碗吃饭呢。这只碗我替你收着，等你回来，我再给你盛饭。怎么？是不是嫌我毛泽东太能吃了？妈说了，你能吃，我们都开心。我毛泽东虽然能吃，但绝对不是饭桶，是不是？我得开会通知。要是你回来能用这只碗吃2碗饭，那我才开心呢。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，屡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，损失惨重。报，20旅伤亡惨重，3师参谋长云仲贤，还有教导团团长侯静茹，还有6团一营长陈赓都身负重伤啊！贺龙呢？贺龙同志的部队现在在哪儿？1小时前已经靠达城墙，敌军火力太猛，已经3次受阻。这会长城可一定得拿下。攻下了，会长城攻下了，太好了！走，哎，同志，你已经高烧1天1夜了，先休息吧。没事，走。本来同志，会长城已经拿下，前大军部被我军歼灭6000余人，我军伤亡如何？统计了一下，伤亡有2000多人啊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得到情报，寻乌至东江一线已经聚集了敌人重点。我们原本打算经寻乌至广州，直达东江的计划，恐怕得。本来同志。没事，咱们往那边看看。1927年8月，根据中央指示，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改组湖南省委，并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。在座的各位啊，我们有的见过，有的没见过。今天啊，就算我们正式见个面，来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毛泽东。1团团长周文章到。1团队伍是由前北伐军警卫团组成，2团团长王新亚到，2团是由安源路况纠察队及安福等地工农武装组成，3团团长苏先俊到，3团是由平江、浏阳的农民义勇军组成。好啊，来，3位团长，请坐。今天，我们参加起义的3方面力量，5000多人已经集结完毕了。秋收起义标志着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我们的队伍叫做工农革命军，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武装队伍。同志们，你们看，这面旗帜啊，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制作的第1面红旗。这上面呢有镰刀，有斧头，代表工人和农民。这面红旗已经赶制了100面，每个排里都有1面。好啊。俗话说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。我们这支队伍有了这面旗帜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天下劳苦大众打天下了。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，匡庐一带不停留，
要下潇湘之计，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愁，霹雳一声暴动。报告，毛远，敌军抢先占领了高地，把我们压在了山两边。迅速抢占高地，告诉他们务必抢占高地。兄弟们，上！抢夺至高点！是，快上！由于敌强我弱，秋收起义部队遭遇重挫。毛泽东当机立断，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，率领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。放弃强攻，撤出栈道，朝大齐河方向转移。快，撤！快，快，快！毛委员，你前段时间差点被捕，脚受了伤，慢点走啊。没关系。毛委员，毛委员，老田，你这是伤到哪儿了？毛委员，右腿断了。好好养伤，会好起来的。好不了了，再也打不了仗。不要着急，老田，千万不要着急。毛委员，我们连只活下来5个，其他都战死了。我们不能退却，应该重整军队，按计划拿下长沙。对，我们不能退却。我不赞成向南转移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何健到底有几个脑壳？有一个砍一个，有2个砍1双。对，打到长沙去，活捉何健。对，不能退却，打到长沙去，活捉何健。根本同志，你是起义的前敌总指挥，你的意见呢？军事指挥，切忌争论不休。我是个军人，说话直来直去。以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来看，取浏阳直攻长沙，只有可能全军覆没。这可是吗？那怎么打？我何尝不想打下长沙呀？我的老婆孩子都还在长沙呢，我比谁都想打下长沙。毛委员，虽然我在会上说了很多，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：我赞同往南方撤退，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去。我们从9月9日开始暴动，短短的时间里啊，打醴陵，攻浏阳，不但攻而不克，而且还牺牲不少的战士。
这离我们暴动刚开始的预想啊，可差着10万8千里呢。我们连醴陵、浏阳这样的小城市都打不下来，现在怎么没有实力去攻打长沙呢？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去攻打长沙，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，只能送死啊！所以啊，德明，我们不能送死，我们要向死而生。玉觉兄啊，这举棋不定，可不是你朱德的棋风啊。哎，这盘棋有点像当年咱们在德国下过的那个棋局。哎，你别说，跟那个棋局还真有点像啊。你怎么悔棋啊？下错了，下错了，错了也不行啊！我记得在德国那盘棋啊，还是我赢了，不过是你让我悔了2步。我朱德下棋会让你吗？啊？这个棋怎么像当年咱们在德国下过的那副棋呀？对啊，就是那副棋啊！啊，这副棋是蔡锷将军送我的。我带着他多年了，那可真是太珍贵了。来，我朱德就是中国革命这盘大棋上的一个棋子，就算是一个轴子吧，只能往前冲。玉觉兄啊，我们撤离南昌以来呢，是一路南下，攻瑞金，克会昌。进汀州，下东江，到大埔。可是国民党军啊，一直是对我们紧咬着不放。眼下，钱大军部几万人，对我们是围追堵截，大有要在我军到达潮汕之前消灭我们之势。昨天，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分兵，由你的第11军、25师的第9教导团留守3河坝。突入这个钱大军，来掩护主力部队进军潮汕。好，玉觉兄，这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。钱大军部有几万人，而你留守的人呢，只有4000人。你这肩上的担子，千钧重。钱大军不肯放过的是你们进军潮汕的主力部队。看来，你肩上的担子可更重啊！南昌起义的这批部队啊，是将来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火种。无论如何，走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也要替我们的党把这批火种保留下来。你放心吧。一言为定。好。宝刀赠英雄，好棋送知己。恩来，你我相知相交近5年，我朱德无以回报。这副棋你留下吧。玉觉兄，这个相呢，是保护将帅的，棋在，你朱德在；棋不在了，你朱德也得在。我留下这颗棋，等到将来你我重逢的那一天，
我们再下完这盘棋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毛委员，毛委员，快！你脚受伤了，多担架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去吧，照顾前面的伤员。去吧。杨明同志，哎，我们现在有方向了。啊？是这样，在香港边的顶冈山上，有岳文才和王祖的2支农民武装，他们在那里已经很久了，反动政府都奈何不了他们。我决定了，要上井冈山上结交这2位绿林好汉。那我卢德明跟你一道去井冈山去结交绿林好汉。怎么，你这个黄埔军校的高材生，能放下这个架子？毛委员，您之前就是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，现在又是我党的中央委员，您都能放下架子，我卢德明算什么呀？只要与革命有益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落草为寇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呀是为了革命，落草为寇。为革命落草为寇。好啊，走，哎，走，同志们，快！总指挥，跟上，后面的跟上。快，快！住手！住手！毛委员，你为什么殴打哨兵？革命的队伍不允许这个样子。他想当逃兵。在不到10天内，部队的伤员增加了126人，调队的人员100余人，因为缺医少药导致无法治愈的伤员死亡83人，逃跑的更是不计其数，其中还包括1名营长、4名连长和7名排长。现在咱们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了，部队还出现了严重的军纪涣散，官多兵少、枪多人少的情况也出现了。再照这样下去，队伍可就要散了呀！这得想个法子，稳定一下军心才行啊！自古以来，部队最怕这种情况，军心说稳就稳的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毛委员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要我说呀，办法
只有2个字。2个字。改编。改编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永新县的3湾村，也在井冈山的脚下。昨天晚上，前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，决定对我们的部队进行整编。如何改编呢？这第一，就是对现在的部队进行缩编，把现在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，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。当然，想留的人可以留下，如果不想留的，可以领些路费回去。这第二啊，就是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的制度。我们要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，班排设立党小组。这第三呀，是实行民主制度。从今以后啊，长官不允许再打骂士兵，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。连、营、团3级设立士兵委员会。特务连的罗荣环，哟，你在之前担任过鄂南农民起义部队的党代表，那就跟大家说一说，这当党代表有什么体会啊？我的体会是，部队有了党的代表和党组织，就有了主心骨。说得好，罗荣环同志说得好啊！我们就是要让党做军队的主心骨。同志们，我们这支秋收起义的部队啊，打到现在就剩1000把人。可是呢，也不要小看这1000把人啊，这剩下的1000把人可都是金子，是不怕火炼的真金。而且，这1000把人也是珍贵的革命种子，是革命理想的种子，也是革命信念的种子。在之后的革命中，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艰难与险阻，我们如何克服呢？如何把革命继续坚持下去？就是要靠这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。还有一点，这心里啊要装着老百姓。我们扛枪打仗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升官发财，是为了老百姓可以谋生存，为了老百姓可以谋幸福，这才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根。井冈山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我们这支队伍要在这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1927年9月29日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3湾村，对部队进行改编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，支部建在连上，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，史称3湾改编。抓紧时间去治愈一下，快！他没事吧？抓紧时间，快！他叫春伢子，通讯兵，湖南人，上个月才参加我们的队伍。我让各连队尽快把牺牲人员名单报上来。现在我们还做不到，但将来我们要给他们立碑。
在附近找一块墓地，把烈士的遗体好好掩埋。是。报告！报告！报告！朱局长，主力部队已经占领山头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可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刚刚得到消息，主力部队遭到钱大军、广东军阀还有浙江军阀的围攻，已经放弃潮汕了。潮汕不能再去了，那我们就实施战略转移，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。我们可以往湘南去，那里是湘粤赣的边界地区，地形复杂，有利于隐蔽。湘南不仅敌人力量薄弱，群众的基础也很好。对，我们就去湘南。潮州丢了，汕头也守不住了。潮汕已是无险可守。我们原来计划占领广东，取得出海口，寻求国际援助，举行2次北伐的计划，看来是没法实现了。潮汕失守，剩下的这点部队情绪低落呀。是啊，大多是新兵、学生兵、伤病员，看来我们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了。泰雷同志，来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在你们起事后不久，8月7日，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。我此次前来，是受中央的委派，向诸位传达8期会议精神。啊，来，坐。哎，坐。党的这次8期会议，用一句话来阐述，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。而这第一枪，就是诸位在南昌打响的。好枪法！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8期会议以后，毛泽东同志返回湖南进行秋收起义。他表示，不再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，而是公开打出共产党苏维埃的旗帜。现在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。太好了，老子早就不想披国民党这身皮子了。好，我们不但要脱下国民党这身军服，还要赶快制作新的工农革命军军旗。哦，中央决定将广州的武装起义正式提上日程。叶挺同志，广州的武装行动可少不了你这位北伐铁军的头啊。哦，恩来啊，新的旗帜已经做好了，来一起看看。好。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军旗，真好啊！是啊，太好了。好啊，泰雷同志，你就扛着这个新制作的军旗到广州去啊！来，你这身体还需要休息，不能再逞能了。没事儿，同志们放心，我这就回老家去，重新拉队伍。当年我能2把菜刀起家。现在好歹还有枪，更有咱党的领导，不愁拉不出队伍来。
贺龙同志，你是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我们党组织的。我贺龙虽然入党不久，但我一定跟着党，革命到底。恩来同志放心，多保重，保重。来，把这旗收起来。恩来同志，哎，我也要回到广州去，把广州的军事行动搞起来。好。保重，期待你胜利的好消息。来，彭白同志，现在这个留守三河坝的朱德的部队，已经往赣南在转移。进军潮汕的部队，只剩下1、2千人了。这个位置离你的家乡很近，这2000人啊，就交给你了。恩来同志，我把部队带到海陆丰去，像毛泽东同志那样，在农村组织农民武装斗争。身体为重，多加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大哥，你真的跟毛泽东合作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已经谈好了。这个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真的送了你108条枪吗？这个人来头不小，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都当过大官。昨天啊，确实送了我108条枪。不会是来跟我们争山头的吧？人家可看不上咱们这小山头啊。他们的想法大得很。毛先生说了，